静静，你想想，就是罗总还活着，他能同意我替龙小雨出庭作证吗？他绝对不同意。你听我说，我绝不做对不起罗总的事。我看你还是回去吧。王叔叔，要是爸爸活着就好了。爸爸要是活着，我一定好好孝顺他。我听他的话，不让他操心，不让他心疼。好，静静，你现在能想到这些就好。我理解，我也年轻过，知道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滋味。可是人总得活着，路还长，慢慢走吧。王叔叔啊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知道。不瞒你说，这段时间我跟着龙小雨的辩护律师一直为他的案子跑来跑去，很辛苦。他的律师不喜欢龙小雨，跟你一样，到现在也不喜欢龙小雨，但是他还是非常认真、非常仔细的在为小雨做所有的辩护。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：不管你对一个人是喜欢也好，厌恶也好，我们都应该说出事实的真相，因为事实就是事实，我们要还法律一个公正。至于小雨有没有罪，都应该让法律去决定。静静，你真的长大了。好，我决定替龙小雨在法庭上作证。谢谢你，王叔叔。回来了。你陪我坐会儿行吗？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嗨，找不到王主任，我们还想别的办法吗？我找到王主任了。嗯，找到了。而且他还答应我出庭作证。行啊你，真没想到你居然找到了，你都快成半个律师了你。怎么了？王主任的事已经办好了，你怎么还不高兴啊？朱子林是不是怀过小雨的孩子？王主任说的。是不是真的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们都瞒着我。静静，其实这件事是朱四平假怀孕威胁龙小雨，这根本不是真的。真的？真的。没骗我？没骗你。我之前没有告诉你，是怕你受不了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跟我自己说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，我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
勇敢的面对一切。可是现在我发现，当有一个人面对面的跟我说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受不了。我真没用。晶晶，可能你不知道，其实你已经很坚强了。这些日子，我看你一步一步的走过来，挺不容易的。我甚至有时候在想，如果我换成你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挺过来。这段日子，我找目击证人找得我灰心丧气的。我刚才还在想，你都可以这么坚强，我有什么扛不过来的呢？晶晶，真的我挺佩服你的。真的。我刚才跟你说话特别大声，别生我气啊。你今天干嘛去啊？继续找那2个目击证人呗。厦门所有的工地都找遍了，这2个目击人去哪儿了？蒸发了。现在只能找朱思平和龙小雨的老乡问问，毕竟洪卫国签的来是跟张雄干的嘛。朱其贵呢？朱其贵，他一定知道张雄的下落。我有他电话，我现在就给他打。你怎么有他电话？上次去朱子平的老家碰见七贵了，我把他电话留下来了。你们找我有事儿？你知道张雄在哪儿吗？你们找他干嘛？这你就别问了。洪卫国、钱德来你认识吧？他们是跟张雄混，我不太熟。七贵，你知道张雄在哪儿吧？我真不知道。那你打个电话给他，问问他。他这个人吧，特别鬼，老换电话，我早就没他号了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往他家里打个电话。干嘛让我给他打？他要是知道我帮你们找他，他就饶不了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饶不了你？他不喜欢你们，你们是给龙小雨辩护，他恨龙小雨。上次你们去我们老家，山东老百姓赶你们走的不就张雄吗？我给龙小雨辩护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要恨龙小雨呢？他喜欢四平，四平心里边只有龙小雨。哦，那他现在还在老家吗？不在呀。我们一块儿从镇里边出来到厦门来打工，他呢没找着工作，第2天他就去外地了。听没听他说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他能告诉我吗？我也不想知道。七贵儿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把他家里的电话给我，我来打。行，但是你们可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的。你放心好了，不会的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张雄的爱人吗？你是哪位啊？我是朱四平案子的被告龙小雨的辩护律师。你找我干什么呀？你知道张雄在什么地方吗？他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他连电话号码都不让我知道的。那能不能这样？他来电话的时候，你给我回一个电话。我为什么要给你回电话？他在哪儿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跟我联系。那个狐狸精死了，是他自己活该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的。喂，喂，我就不跟你们在这扯了，我就先回去了啊。七贵，你要是知道张雄在哪儿，马上告诉我们好吗？
回你们找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当然是跟朱四平的案子有关了。你是朱四平的亲戚，你也希望真相大白，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以后这种事就不用找我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就关心龙小雨，可怜龙小雨，你们可怜过四平吗？啊，那么大一姑娘，说死就死了。四平又没有你们去辩护，死人又不用辩护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。好看，小雨不要我了。他不要你，还有很多人喜欢你啊。没用的，我只要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。我只喜欢小雨。你现在还喜欢他吗？也恨，也喜欢。四平啊，你太傻了。女人哪有不傻的？我赌输了。七贵，喂，七贵，这个朱喜贵真是的，给我打电话又不说话。关机了。七贵是朱四平的亲戚，我们为龙小雨辩护，他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，人之常情嘛。我懂。韩电儿，汪教授这几天一直不在家，我估计是故意在躲我们。不过我打听到这个消息，汪教授有个妹妹在上海，他们兄妹俩感情特别深。我在想，咱们是不是可以来个迂回战术，通过汪教授这个妹妹，攻下汪教授这个堡垒？汪先生的妹妹在上海是做什么的？一家外企的公关经理。她叫什么？汪彤。哦，好。好，谢谢。静静。晶晶。韩丁，我去上海找汪先生的妹妹了，祝我好运吧。小姐，您好。请问汪彤经理在吗？汪经理去香港开会了。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他今天晚上会回上海参加一个商务酒会。你知道酒会地址在哪儿吗？没有邀请是进不去的，邀请函是限量的。小姐，我找他有急事儿，麻烦你告诉我酒会地址在哪儿好吗？
我不是故意想骗你的，但是我真的找他有急事儿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如果您真的拿不出邀请函的话，我们还是请您出去，不要影响我们正常的商务活动。我知道我没有邀请函，你能不能通融一下呀？小姐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有急事儿。如果您再不走的话，罗晶晶，安珀，安珀，你们认识？对啊，晶晶是我的好朋友。啊，芒童，晶晶说的是真的，你应该相信我，我可以为她证明。一个人无罪，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呢？因为一些巧合，一些偶然的原因，他现在有口难辩。但是你哥哥的那份血迹鉴定报告的结论，有可能证明他的无罪。既然我哥哥做的那份血迹鉴定这么重要，你可以直接去找我哥哥谈呀。我们一直在找他，找不到，也联系不上他。汪小姐，你能不能给你哥哥打个电话？其实我哥哥这个人挺固执的，特别是他工作上的事情，不是很希望我们介入。汪童，你知道晶晶要帮的那个人是谁吗？是她的前男友。晶晶为了这件事情已经心力交瘁了，如果你能帮上她，就帮她一把吧。再说，什么东西丢了都可以找回来，只有命丢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汪小姐，我实在是没有时间了。如果见不到你哥哥，拿不到那份血迹鉴定报告，我朋友就有可能被判死刑。他是个孤儿，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没有亲人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，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。所以汪小姐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帮我打个电话，让我见到你哥哥。即使我朋友的命保不住，我这一辈子也会感激你的，真的。我试试看吧。安珀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汪童可能都不会帮我。不，是你打动了别人，包括我。我一直就觉得自己欠你的，现在就更还不清了。你欠我的啊，是因为韩丁吧？你可千万不要这样想，感情上的事情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怪不得别人。再说了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我跟韩丁之所以会分手，是因为我们的感情本身出了问题，我忽略了他的感受，这完完全全都是我的责任。晶晶，你现在对谁的感情更多一些？是韩丁，还是龙小雨？我现在想把小雨救出来的心情超越了一切，别的我没有去想。那龙小雨救出之后呢？我是说如果我会信守我内心的承诺。什么承诺？是嫁给韩丁吗？对。静静，韩丁要的不仅仅是一段婚姻，他要的是纯粹的爱情。如果你不是真心的爱他，我劝你不要嫁给他，否则对你对他都将是伤害。我知道。王教授，这两份鉴定报告究竟有没有原则性的不同？你认为呢？衣服上的血迹
您的鉴定报告上说的是擦拭，可他们那份报告讲到胸前的血迹，用的也是擦拭，可后面又增加了一条，讲到左袖子上有一个很小的血点，则用了另外一个词，喷溅。当时接到这个任务之后，是由我们部门一个年轻人做的，我呢负责复查，确实没发现衣服上有什么别的血迹。当然了，办案单位找别人另做鉴定，得出不同的结果来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不过，既然在衣服上发现别的血迹，那么对这份鉴定，我们就更不好多说什么了。王教授，我只是想知道，喷溅和擦拭究竟有什么不同？擦拭嘛，是指血迹有多种方式染到衣服上的，而喷溅呢，只能是在杀人的时候产生的一种血迹状态。所以，如果不是杀人凶手，血迹绝对不会喷到他身上的。凶手，也就是说，龙小雨的身上如果有了喷溅的血迹，就一定是凶手吗？如果这份鉴定报告被法庭采用的话，龙小雨是杀人凶手，那就毫无疑问了。喂，安迪尔。什么？喷溅？只有杀人者的身上才会有喷溅的血迹。龙小雨就是杀害周四平的凶手。这个案子结束了。再想想，是否有什么忘了跟我说的？你觉得我隐瞒了什么？你的衣服上是怎么沾上朱四平的血迹的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想再听你说一遍。逼迫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回忆他不愿面对的过去，这是不是你作为一名律师特别享受的权利啊？你以为我对你的过去很感兴趣吗？我只是想知道你对我有没有说实话。如果你对我还有所隐瞒，请你早点告诉我，我不想在法庭上为你辩护的时候当众出丑。我不知道你说血迹的事是什么意思。你不用知道，你只要告诉我案发当晚你和朱四平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你的衣服上是怎么沾上朱四平的血迹的，我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没有隐瞒你什么。那天晚上我离开四平工地的宿舍后，我发现我的手机丢在他那儿了。我回去取手机的时候，发现四平已经出事了。我想救他，我就抱起他，但四平已经死了。因为他身上有血迹，所以沾到我的身上，就是这样。你回到朱四平宿舍时，他真的死了吗？这个问题你问过我了。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。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，是的。不是你对我撒了谎，就是科学出了错。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你，还是应该相信科学呢？那是你的事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没有撒谎。有时候看着你这张淳朴的脸，我会在想，你的心是不是跟你的脸一样单纯？如果你如此的不相信我，你还怎么跟我做辩护？我怀疑你做我的辩护律师是否合适。陆小雨，你放心，
我会忠于我的职业。龙小雨是这么说的？要么龙小雨就是个心理素质极高的骗子，要么就是科学出了错。科学会出错吗？韩宁，你既然作为龙小雨的辩护律师，如果你都不相信他，那你还怎么给他辩护呢？我也这么想。难道科学真的出了错？你觉着是科学可信，还是人更可信？这还真难说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姑且相信龙小雨的话吧，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一些其他的证据，推翻目前这份血迹鉴定的结论。也只能这样了。这情况罗晶晶知道了吗？不知道，他今天回厦门，我都不知道一会儿该怎么跟他说。他辛辛苦苦跑到上海去求汪教授的妹妹，结果却是这样，真怕他会受不了。那还是先别让他知道了。韩冰，你见到汪教授了没？啊，他怎么说？咱们回去再说吧。怎么样？有情况啊？没什么。汪教授到底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，这2份血迹鉴定报告各有道理，至于法庭最终会采信哪一份，现在还不好说。什么叫不好说呀？2份不同的鉴定报告对小雨罪行认定结果是不一样的，一种就是无罪，另外一种就是死罪啊，怎么能这么模棱两可呢？可汪教授就是这么说的。小雨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，这么重要的证据，汪教授应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意见呀。晶晶，这2份鉴定报告呢是由不同的单位出具的，侧重点和结论不同也是正常的。当然，法庭拥有最终采信权，我们一定要相信法律。汪教授说他只是一个技术人员，他的意见在他认定的鉴定报告结果里，他不便再说什么，以免对司法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影响。临行前，将其意鼓起勇气向陈乃安敞开心扉，倾吐爱慕之情，希望今后你的衣服上是怎么沾上朱四平的血迹的？你回到朱四平的宿舍时，朱四平真的死了。毕业分为在苏州市人民医院。王教授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，即使没有杀人，身上也有可能留下潘坚的血迹呢？从理论上讲嘛，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比如说吧，一个人刚死，尸体还没有凉，血管里的血啊还处于稀释状态，这个时候突然有人一抱，那么从血管里冲出来的血液形成了喷溅的状态，是有可能的。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假设，龙小雨第2次返回案发现场的时候，发现朱四平倒在血泊当中，他抱起了朱四平，而朱四平当时的体温还在，经过龙小雨这样一抱，血就喷到了他的袖子上呢？这种可能性不能说绝对没有，但是从刑侦的角度出发，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所以法庭一般都会采信喷溅的证据。汪教授说，如果死者的体温还在的话，那么喷溅的血迹是有可能留在和他接触过的人身上的。也就是说，龙小雨不一定是凶手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但在实际当中，你这个推理是没有说服力的。喷溅血迹就是定人死去的利器。只要有一点可能，就不会放弃。你还真钻上牛角尖了。不过做事情是需要你这股子劲儿。喂，程阳，是我，韩丁，刚才是我打的电话。你能帮我介绍一位外科医生吗？我有一些医学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他。
谢谢。韩丁想认识外科医生干什么呀？他没说什么事儿吗？没有啊，就是说想问一些医学上的问题。他最近跟我说话老是含含糊糊的，出去干什么也不告诉我，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似的。开庭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，我心里越来越慌。哎，你这样可不对啊！你必须相信韩丁，没准他问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辩护案件呢。王医生，在你们实施抢救的过程当中，特别是一些失血过多的，会不会在你们身上留下喷溅的血迹呢？这是有可能的。喷溅血迹是由于病患或者受害者动脉受到强烈的碰撞，或者挤压后使血液形成一种喷射状态。如果体温没有降低，伤口血液还没有凝固，那么是有可能在近距离接触者身上留下喷溅的血迹的。就刑事案件来说，这个近距离接触者有可能是凶手，也有可能不是凶手，对吗？刑事案件我也不懂。比如，当一个人发现了被害人，这个被害人已经死了，可能身体还尚存体温。当这个人抱起了被害人的时候，被害人身体受到挤压，这个人身上会不会有可能留下被害人身上喷溅的血迹呢？有这个可能，不过这种状况一定发生在被害人死亡之后很短的时间内。换句话说，被害人极有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死亡。现在看来，龙小雨这个案子真是回天无力了。我真是想不出来，你还能有什么方法替他辩护？有喷溅血迹的事儿，未杀人者身上也有可能留下被喷溅的血迹。虽然这一点只有理论的可能性，但是谁都不能说它没有实际的可能。还有，警方提出的任何一件证据，都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。凶器也好，银行卡也罢，只要不排除其他的可能，我就有一线希望。韩丁啊，这种事情也太钻牛角尖了。虽然现在替龙小雨辩护无罪是有些困难，但是我想朝认罪减刑的方向去考虑。哎，这倒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方案。如果你真能保住龙小雨的命，那也就算对得起罗晶晶了。可如果真是这样的结果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。怎么叫不知道呢？这个案子不管是输是赢，你已经对得起罗晶晶和龙小雨了。就算这个案子输了，那说不定罗晶晶以后就不折腾了，从此踏踏实实的跟你在一起过日子，你以前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也就值了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这个案子如果赢了，我会失去的；如果输了，我也会失去的。那如果是这样，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呢？如果罗晶晶离开了你，那真是一叶障目，我都替她感到可惜。爱上一个人，谁又不是一叶障目呢？老林，我觉得韩丁最近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我，是不是小雨的案子出什么问题了？金姐，案子的事儿你就交给韩丁去处理吧，别操心了啊。老林，我知道法律的事情我根本就什么都不懂，小雨的案子我一直都帮不上忙，我只是希望你们能跟我说一说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局外人，你懂吗？金姐，你先别着急。坦诚地说，我们现在是遇到了一点意外的情况，对龙小雨确实是不利，也为韩丁的辩护带来很大的困难。但韩丁一直非常努力，作为同行我都佩服他。这案子你要交给韩丁去办，真的是找对人了。出状况了？出什么状况了？你别不告诉我，老林。
好吧，我目前只能先向你透露一点，就从目前检控方和被告方所掌握的证据来看，龙小雨要想无罪获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难。韩丁现在所做的所有的努力，都是想保住龙小雨的命。能保住龙小雨的命，这个官司也就算是赢了。只能保命，不能重获自由。韩丁现在决定为龙小雨做认罪减刑的辩护，而不是无罪的辩护。无罪的辩护是不现实的，输了就是死刑。晶晶，怎么坐这儿了？怎么了？韩丁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小雨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，你能告诉我你有多少把握吗？晶晶，从我目前掌握的证据上看，如果法院再判龙小雨杀人的话，就太勉强了。至少我可以说服法官不判龙小雨死罪，应该是有希望的。不定死罪，就说明他没有杀人，对吧？他没有杀人就是无罪呀，无罪就应该放了他呀。晶晶，审判的程序很复杂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并不是说你认定他无罪了，他就可以马上放出来。你想的太简单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就算小雨没有罪，也不一定能放出来，对吗？那你打算怎么给小雨辩呢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当然想为他做无罪辩护了。但是现在这是什么？你根本就不想给他做无罪辩护，你根本就不想让他出来。你说什么？你就是这么看我的吗？为什么不能做无罪辩护？为什么？认罪减刑，不就承认自己有罪吗？晶晶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是不相信我？你可以怀疑我的能力，但是你不能怀疑我的职业良知啊！那你为什么什么事都遮遮掩掩的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？你不是一直认为龙小雨无罪吗？如果我为他做无罪辩护，那就等于是鸡蛋碰石头。我已经争取朝认罪减刑的方向去辩护了，先把他的命保住再说呀。把命保住，然后呢？你还想怎样？能把命保住就已经不错了。谢谢。只能保住性命，一辈子没有自由，你觉得对一个无罪的人来说公平吗？你凭什么认为龙小雨无罪？证据呢？证据呢？就因为你爱他吗？你爱他，他就无罪了吗？爱情能超越法律吗？